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来到全新改版的世界首档极小型纯芝麻烂谷子脱口秀《鼠磊野史》。经过1年的紧张治疗我终于是成功战胜了懒癌病魔，重返到了节目制作的第一线。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第2季回归的第1期节目，我们今天聊些什么呢？别急，先让我来卖个关子。1942年4月18日清晨7点38分，日本海岸以东650海里处，美国海军第18、第16特混舰队正在高速航行中，而在外海进行警戒的日本武装渔船日东丸号则发现了行进中的美国海军舰队。虽然编队中的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这艘警戒船，但美国舰队还是截获了日东丸号在沉没前发回本土的告警电文。于是大黄蜂号搭载的16架 B-25米切尔轰炸机被迫提前起飞，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由陆军轰炸机借由海军航母执行的仓促任务，竟成为了盟军袭击日本本土的第1次实践，而且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进程。1941年12月7日，南云忠一指挥的旧日本海军第1航空舰队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空袭。这次空袭造成美军近4000人伤亡，8艘战列舰被重创，导致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短期内基本丧失了干预日本侵略计划的能力。而日本在宣战之前就开始攻击的流氓行径，也在美国本土引起了一片哗然。美国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跌入谷底的士气，即便只是一场象征性的胜利。当年12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表达了希望尽快实施一次针对日本本土的袭击的愿望，并希望以此来提振美国人民的战争士气。但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陆军的远程轰炸机缺少足够靠近日本本土的基地，而海军的航空母舰则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后的筹码。由于舰载机航程有限，近距离袭击日本本土的任务很有可能将这些宝贵的资源置于极度危险之中。就在美国军方一筹莫展之际，一位专精反潜战术的海军军官 Francis Law 想出了一个十分大胆但极其精妙的计划。经过他的计算，双引擎的陆基轰炸机其实具有在航空母舰甲板起飞的潜力。大导演迈克尔·贝呢，则在他的电影中有一段非常诙谐的对话，将这段历史展现了出来。Mr. President, I think we have an idea about how to bomb the Japanese. Sir, it's risky, but it's bold. Who are you? Aye, sir. Captain Lowe, Mr. President. He's a submariner. H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sir. I like sub-commanders.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bullshit, and neither do I. Fire away, gentlemen. 但计算归计算，要把平常需要上千米跑道才能加速升空的陆基轰炸机搞到航母上，还要在区200米长的跑道上让这些大家伙飞起来，大家心里谁都没有底。既然计划这么不靠谱，
那总得找个靠谱点的人来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吧，否则如此高危的操作很有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美国海军请来了当时杰出的特技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 James Doolittle 中校来负责整个项目的计划、训练和实施。一批技艺精湛的美国陆航飞行员被陆陆续续召集到位于 Norfolk, Virginia 的海军航空站接受飞行训练。为了模拟真实的航母起降条件飞行员们在跑道上绘制了一个1:1的航母甲板来模拟真实的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任务飞机的选择也在紧张的进行中。为了满足苛刻的航程和载荷要求马丁 B-26、道格拉斯 B-18、B-23 以及北美航空 B-25 等多型双引擎陆基轰炸机都被列入到了考虑的范围之内。然而，只有 B-25 可以符合大部分的任务要求。即便如此， B-25 只有1300英里的续航能力，仍然难以满足任务的需求。于是，大幅减轻重量并增加燃油携带量的改装便势在必行。用于自卫的航空机枪被悉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许多轻质的机枪模型。用于远距离通讯的长波无线电台也被拆除，以减轻飞机的重量。改装之后的 B-25 可以携带多达之前2倍的燃油，从而获得了足够的续航能力，以执行长途奔袭日本的任务。为了展示 B-25 在航母上起降的能力，2架 B-25 被部署到大黄蜂号航母的甲板，并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起飞作业。整个行动此时便已是箭在弦上。共有24架 B-25 轰炸机在 Minnesota 接受了改装。至1942年3月，24个机组的成员已经在 Florida 完成了针对性训练，但有2架飞机在训练中受损，从而最终无缘最后的任务。1942年3月25日，剩余的22架 B-25 轰炸机抵达 California， 并开始接受最终的检修。6天后，用于执行任务的16架 B-25 转场至位于旧金山湾的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出击命令。但此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除了杜立特本人。非常值得一提的这位日后的美国空军将领就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矿业学院，也就是我目前就读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前身。所以可以说杜立特是我的师兄，或者更准确一点，是我的师爷。1942年4月1日，等待良久的16架轰炸机连同机组人员、来自陆军的地勤保障人员和负责任务规划及指挥的军官登上了停泊在旧金山湾中的大黄蜂号航母。第二天，以大黄蜂号为首的第18特混舰队离开了旧金山湾。这支1:700的舰船模型就是在重现大黄蜂号经由金门大桥驶离旧金山湾的场景。几天之后，第18特混舰队在夏威夷北部与等候多时的第16特混舰队会合。指挥第16特混舰队的正是日后在中途岛战役中立下旷世功勋的海军中将 William Halsey。来自第16特混编队的企业号航母将为舰队提供可能的空中掩护。自此，编队进入到无线电静默，在孤寂的太平洋北方航线上驶往号称绝不可能被侵犯的日本本土。4月17日下午，2艘油料补给船为整个编队进行了燃料补给，随后便与续航能力较差的驱逐舰脱离编队向东撤退。余下的3艘巡洋舰和2艘航空母舰则继续驶向预定的起飞地点。于是第2日清晨便遇到了故事开头的意外情况，舰队行踪被日东丸号发现，整个行动的突然性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负责指挥的 Doolittle 究竟会如何选择呢？比原定计划提前10小时，提早170海里。如果此时起飞，参与任务的飞机很有可能无法抵达位于浙江省境内预定的机场降落，而推迟起飞则有可能给日本人留下足够的时间动员防空力量进行拦截，甚至有可能出动空中力量直接攻击缺乏保护的航母编队。于是杜立特当机立断，决定空袭编队立即起飞，而他本人的座机更是一马当先，以最短的滑跑距离从航母甲板升空。短短1个小时，全部16架轰炸机就完成了起飞和编队作业。
开始飞向既定的作战空域。全部编队都采用超低空飞行，以躲避日本防空力量的搜索。在日本当地时间的当日中午，空袭编队已经陆续抵达日本海岸，并开始爬升到460米空域，进行最后的目标识别和轰炸。具体的轰炸任务分配为10架攻击东京，2架攻击横滨，余下的4架飞机分别轰炸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及大阪，主要的目标均为重要的工业设施和军事基地。令人意外的是，日本本土的防空力量其实十分羸弱，只有几架老旧的97式战斗机升空迎击，不仅没能击落任何一架美军轰炸机，自身还反被击落了至少3架。此后，所有16架 B-25轰炸机开始跨越东海飞向中国，其中一架由上尉 Edward York 驾驶的飞机，由于油料消耗过多，无法完成飞向中国的任务，被迫转向，降落在了苏联境内的 Vladivostok。拜风向改变所赐，其余飞机均顺利抵达了中国的海岸，但随着夜幕的降临，寻找机场变得无比困难，同时提前起飞造成的油料不足，此时也开始发威。面对窘迫的现状，各机组不得不选择弃机跳伞或在海岸附近迫降。全部75名飞行员中，有1人在跳伞时被日军杀害，2人在迫降时溺水牺牲，另外8人被日军俘获。他们的命运直到战后的1946年才在上海战犯法庭的庭审中被世人所知，而他们中间只有4个人活到了战后。其余的64名美国飞行员中，虽然也有人降落在了日战区，但在当地中国军民的帮助下，辗转抵达了重庆和桂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重返太平洋战场，继续战斗在对抗日本法西斯的第一线。当袭击的消息传回美国本土，记者向罗斯福总统提问这些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时候，罗斯福答道 Shangri-La， 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根据最初的计划，这批 B-25轰炸机将在降落中国后加入陈纳德的飞虎队，执行轰炸日军在台湾目标的任务。面对16架飞机全部损失，许多飞行员生死未卜的现实，多利特原本以为自己回国后会被军事法庭审判。然而这次轰炸任务对美国士气的提升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上处中国的 Dulles 被连升2级，从中校成为准将。回国后更获得罗斯福总统本人颁发的荣誉勋章，这可是美国军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一枚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活着见到的勋章。所有参与行动的80名机组成员全部获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的英勇表现。与此同时，当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日军领导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核心本土会遭到袭击，曾在天皇面前夸下海口的他们，此时恼羞成怒，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在中国战区，日军开始在浙江沿岸展开搜捕行动，并妄图找到迫降的机组成员。许多被怀疑藏匿美国飞行员的当地百姓被杀害，许多村庄甚至遭到灭村大屠杀。此后不久，日军在大本营的授意下发动了浙赣战役。驻守上海及汉口的中国派遣军第13军、第11军迅速集结，开展系统性的摧毁浙江、江西、福建沿海地区野战机场的任务，以防止中美两国继续利用这些机场开始针对日本本土的穿梭轰炸。同时，日军还针对平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动用了细菌战部队，不惜以伤害友军为代价。据战后统计，共约25万名中国平民在本次战役中被杀害。虽然国军没能阻止日军摧毁中方野战机场的战役目的，但却造成了日军近36000人的伤亡。同时，中日军队近2:1的伤亡比例也是此前中日战场上前所未见的。而日本海军更是将本次本土被袭击视为自己的失败，于是既定的进攻澳大利亚的南进计划被大幅修改为占领中途岛，并伺机消灭美军的航空母舰舰队。由于军用电报密码被美军破译，美国海军得以在中途岛海域以逸待劳，最终以1艘航空母舰为代价，击沉了南云机动舰队的全部4艘大型舰队航母，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形势，而日本也从此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然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却没有那么幸运。在中途岛海战之后，大黄蜂号航母转战南太平洋，为在瓜岛战役中苦战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空中掩护。然而不幸的是，大黄蜂号在随后的圣克鲁斯海战中被击沉。正在建造中的埃塞克斯级航母4号舰继承了大黄蜂号的舰名，并在随后的服役生涯中屡建奇功。如今，这艘已经成为博物馆的航母，静静地停泊在当年大黄蜂号从旧金山湾起航时的阿拉米达码头，回味着那些逐渐褪色的记忆。